现在汽车产业里边的恒大已经存在，只不过是没爆而已。我们现在有些主机厂在追求市值、抬高股价，在这上面下的功夫太大。我也呼吁过，对我们这个汽车各个主机厂进行全面的审计，长城愿意拿这个审计费。5月23号，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接受新浪财经 CEO 邓清旭的采访时，说了一句行业地震级的警告：现在汽车产业里的恒大已经存在了。听清楚了吗？恒大已经存在了。这句话不是猜测，不是影射，是明晃晃地指出了一个事实。虽然他没有点名，但全行业都知道这句话在说谁。就是那家头部的新能源车企，曾被称之为民族之光、销量第一、广告满天飞的企业。可是，在所有人热烈鼓掌的时候，魏建军突然戳破了泡沫。他说的是，不是这家企业强不强，而是它的增长方式是不是和恒大一样，靠融资、靠堆量、靠叙事，把市场、政策、舆论全都卷进来，最终酝酿一场系统性的爆雷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已经存在的恒大到底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我们又该担心什么。这家公司啊，是真的强，毫无疑问。最早做电池出身，后来造车，从名字设计到技术路线，一步步打穿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。它推出的车型一个接一个，几乎把整个中国的朝代都用完了。最近呢，又搞出了一整套的海洋系列，打入年轻人的市场。到了2024年，年销量突破了400万辆，电车市占率全球第一。它的技术也强，3电系统高度智联，工厂遍地开花，营销铺天盖地，一句话总结：又卷又能打。但是，正因为它这么强，我们更要问，它现在靠什么活？它的成长是靠效率还是靠压榨？你看它的产品线更新太快，压着同行喘不过气，建厂的速度太快，一年开10个工地，车型太多，消费者都快认不全啦。它的强已经变成了一种压力源，同行不敢说，供应商不敢谈，经销商不敢抱怨，车主也不敢发声。当你大到让整个行业都必须配合你才能活命，那么你可能不是在成长，而是在吞噬。这才是魏建军要警告的。翻开2024年的财报，乍一看非常牛，营收7771亿，同比增长29%，净利润402亿，同比增长34%。谁看了不得说一句真赚钱啊？但是请等等，我们继续往下翻，经营现金流下降了21%，只剩1334亿，投资现金流是负的，流出了1290亿，筹资现金流也从正转负，成为负的102亿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账面利润很好看，但钱正在往外流，赚的钱进不了口袋，
全都砸在了建厂扩产推新上。更重要的是，毛利率从20%跌到了13%，说明他正在打价格战，用利润换取市场。您还记得当年的恒大吗？那会儿他也特别能赚钱，可他的钱根本就不是靠卖房子赚的，是靠借钱、靠融资、靠表面的数据撑起来的假象。这家头部车企今天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你看到的是数字在涨，但背后是现金在失去，这并不一定是增长，很可能是透支。这家公司要维持它的奇迹，靠的不是模仿，是3条的输血管：供应商、经销商、消费者。第一根输血管是供应商，它采购额上千亿，但账期越来越长，120天不算啥，有些企业等180天都没有收到钱。本质上，它不是付款，而是在借钱。他把供应商当成了自己的资金池，借着拖延账期来缓解自己的资金压力。第二根输血管是经销商。2005年4月，山东的前程集团，这家头部车企的主力经销商之一，资金链断裂，导致其在济南、潍坊、泰安等地的20多家 4S 店集体停业，超1000名用户预付的保养和保险服务无法兑现，引发大规模的维权。前程集团公开表示，近年来的销售政策与库存压力导致其资金断裂，不是不会卖车，而是越卖亏越多。为啥会这样？不是没有人买车，而是卖一辆亏一辆，压库让利，刷销量压得太狠了。第3根输血管是用户，锁码力、减配空调、车机卡顿、售后不理。你去吐槽，立刻有一堆铁粉围着你，你是不是收钱了？是不是在黑国产车？维权越来越难，吐槽越来越少，不是问题少了，是你不敢说了。今天这3根管子已经开始漏血，供应商在撑，经销商倒了，用户在沉默，而这家公司还在冲，还在卷，再不喊停，针要断了。这家公司在哪建厂？您打开地图看看，几乎每个省都有。西安、济南、抚州、郑州、盐城、合肥、南宁。他拿地建厂，高调签约，开工剪彩，一路都是年产50万辆，投资100亿起步，带动3万人就业。每个地方政府都在押宝，都在欢迎他成为地区经济的引擎，指望他带动当地上下游100家企业。表面看，这种模式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双赢，但仔细看你就会发现，这里面很多项目依赖政府的补贴、税收的减免、低价的土地，甚至地方平台的融资的支持。一旦后期产能不及预期，或市场需求收缩，地方政府就可能面临土地闲置、债务暴雷、招商失败的多重打击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项目绑定了地方财政收入和区域 GDP， 一些地方为吸引头部企业入驻，甚至压下了本地中小企业的配套资源，全力为其配套电力、水路、劳动力。但如果这张王牌翻车，整个地区将面临产能的闲置与资金链断裂的后果。恒大当年也是这样，地方政府争相引进，
项目图纸画得跟城市新中心一样。结果呢，几十栋楼盖一半停了，荒潮比人还要高。现在这家公司走的路，是不是也太像了？当你的经济命脉压在一家企业上，那你就不是发展，而是在赌博。2005年5月，这家公司突然官宣，对22款主力车型限时降价，动不动降4万、5万，最高直接砍到骨头里。你听着是利好，但行业听懂了，完了，他开始甩库存了。我也来解释一下这大降价的3个意图：一、清库存，2024年压库严重，经销商被动吃货，终端销售压力山大，必须腾库；二、抢声量，在新车型接连登场、友商接连发力的背景下，他要牢牢抓住注意力的焦点；三、逼对手跟进，他知道别人没他那么低的成本，跟进降价就会伤筋动骨，不跟市场就会流失。但这场价格战不是胜利，而是自杀式的扩张的补救。它确实能拉动销量，确实能兑现季度报表，但背后是供应链的压力、利润的牺牲、产品质量的不可持续。同时，降价的车主后悔，没买的还在等等，同行也被逼着降，几乎所有品牌被迫卷入这场车圈内战。可是你知道，真正的成本并没有降，它只是在砍利润、砍服务、砍用量。你今天花6万买了个看起来很值的车，半年后你会发现隔音变差了，空调不够凉了，保养变贵了。这不是降价，是牺牲。一旦降价成了主旋律，价格体系就崩了，谁还愿意正常标价？谁还愿意认真做研发？谁还敢承诺稳定体验？这不是良性竞争，这是全面崩溃前的最后疯狂。这家公司不止在国内建厂卖车，它还在全球大举出击。泰国、巴西、墨西哥、匈牙利，你会发现它几乎每一个季度就宣布一个海外新工厂。听上去这是走出去的民族工业范本，但你仔细看会发现另一面。2024年它出口销量超过了128万辆，占总销量的3成，看起来风光，但真正的增量主要集中在东南亚、拉美这些单车价低、政策不稳定的市场，而欧美市场正变成围墙。欧盟已启动对中国电车的反补贴调查，计划征收最高38%的惩罚性关税。美国继续封锁中国车入境，基本不给窗口。印度干脆拒绝其建厂申请，连谈判都没有机会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在海外建厂的背后，往往伴随着东道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、低价土地甚至税收优惠，但随之而来的是环保、劳资以及法律合规等方面不断出现的争议和挑战。这并不是扩张，是转移阵地，把过剩的产能往外推，把国内价格战的副作用转嫁到新市场。它不是开拓全球，而是在给国内增长踩刹车找出口。出海不是高光，是延迟问题爆发的另一路径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一切行业里的人都知道，供货商知道，钱越来越难收，经销商知道，利润越来越薄，媒体知道，很多话不能说，但没有人吭声，因为谁先说，谁就可能先死。这就是恒大崩盘前的样子，大家都在观望，等第一块砖掉下来，再决定跑不跑路。这家公司今天是强，但它的强靠的是集体的沉默。可你知道，沉默是撑不住结构的。说到底，我们今天说的不只是一家公司，它只是最明显、最极端、最先暴露问题的那一个。整个行业都在卷，理想也在卷，哪吒也在亏本卖，小鹏也在砍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觉得新能源就是未来，都在提前抢位置。
可如果未来真是用现在的方式抢来的，那这条路走得越快越危险。这家公司只是把车圈恒大化的过程演示了一遍。我们今天不是为黑谁，不是为泼冷水，而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次泡沫是怎么起来的。每次都有人喊它好强，它好牛，它代表未来，然后泡沫一破，才发现强的是幻象，牛的是账面，未来全是债。魏建军说恒大已经存在了，这不是一句气话，是一句事实。所以我们说，现在不说，将来可能连说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是不正经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